你有没有发现，时间就像是一个会变脸的小偷？小时候，一个暑假长的就像一辈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但是啊，在我们长大之后，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总是追着时间跑，好像永远都不够用。为什么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而痛苦的等待总是度日如年，这真的只是因为我们心情上的问题吗？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时间它并不是绝对的。今天就让我们以科学的视角，结合物理学还有神经科学来告诉你，时间其实是可以被拉长的哦。如果你觉得生命太短暂，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大脑开启了缩时摄影的模式。那今天我就想要教你如何关闭它，夺回你的时间主权。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分裂的时候，我常在想，对于那些只有几个小时寿命的细菌来说，他们对于时间的看法跟我们是一样的吗？作为一个凡事讲求精确数据的科学家，我也曾经觉得时光飞逝让我感到很焦虑。直到我理解了相对论与大脑感知时间的底层逻辑，我才发现我们其实都有能力在有限的物理时间里创造出无限的感官长度。所以啊，今天这部影片我们不只要聊物理，更要教你一套时间扩张的实战策略哦。首先就让我们来听听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玩笑话。他说，如果你跟一个漂亮的女生坐在一起，1个小时感觉就像1分钟而已。但是啊，如果你今天坐在一个火炉上，你的1分钟就像是1个小时一样这么难熬。这在物理学上就叫做时间膨胀。爱因斯坦证明了，当你的运动速度越快，或者是你处在一个引力很强的地方，那你的时间呢就会过得比较慢。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受不到这种极端的物理膨胀，但是时间是相对的这个真理却深深的植入在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感觉到时间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所感觉到的并不是秒数，而是资讯处理量。当你在处理大量的新奇、复杂或者具有情绪冲击的资讯时，大脑会进行高频率的采样。这样一来，你就会感觉到时间好像被拉长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小时候的时间过得很慢，因为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你来说，每一秒都是充满了新资讯呢。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时间就突然变快了呢？这是因为啊，我们掉进了惯性的陷阱里。想象一下，你每天都走一样的路去上班，吃同样的午餐，做同样的工作，这些资讯都是重复而且在预期内的。所以为了节省能量，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启自动导航模式，停止记录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这就像是把我们的人生调到16倍速的快速播放。当你回头去看这一周、这一年，你会发现啊，记忆的胶卷上几乎都是空白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值得记录的新意点。你并不是活得不够久，只是活得太规律了，而被大脑把时间给快转掉了。那这种时间感的流失，才是现代人最深层的焦虑来源。既然我们现在知道大脑它是根据资讯量来感知时间的，我们就要学会如何人为的创造时间膨胀。所以在这里我要提供3个建议。第一个，打破物理惯性。我们不需要去环游世界，只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
微小的变化。我们可以试着换一条路回家，换一只手刷牙，或者是去一间你没有去过的咖啡店。这些微小的改变与挑战，就会迫使我们的大脑重新进入手动记录的模式，主观的去拉长这一段时间。第二个，增加解析度。我们可以去学习一项全新的技能。当你在学习一项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语言、乐器或者是一项运动，大脑就会因为要处理一些陌生的讯息而感到疲累，但这正是时间扩张的一个证明哦。第三个，正念观测。当你感觉到痛苦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杀时间，换个角度，你可以细细的去感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虽然这会让你的当下变得很慢，但当你事后回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一段有质感的体验，让你今天一整天都过得很扎实。我们常说人生苦短，但是在科学家的眼中，长短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标签。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物理上的时间刻度，也没有办法真的跑得比光速还快来冻结时间，但是我们有权利去决定我们要如何来填满我们大脑的记忆空间。生命并不是由你活了多少日子而组成，而是由那些让你觉得时间停止的瞬间所组成的。当你试着慢下来，去感受风的流动，去好奇一朵花的生长，以及试着去跟一个陌生的灵魂交谈，你就在那一刻跳脱了物理的规律，延长了你的生命。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深刻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哦。最后，如果今天这一部影片有让你对于时间有了新的看法，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同时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你的小铃铛。我是 Dr. 静宁，祝福你能慢慢的、丰富的过好你的每一秒。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拜。